作为苹果公司的掌门人，无论遭遇到美国政府什么样的政治压力，无论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如何，都必须谨慎处理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否则公司规模最大的业务市场就可能会失去，而且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一期节目的话题是只有和中国合作才有苹果公司的未来。根据美国信息网站独家披露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在2016年的5月份曾经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份2750亿美元的秘密投资协议，承诺帮助中国开发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承诺更多的使用来自中国供应商的产品，与中国的大学进行技术合作，并直接投资中国的科技公司。而且这份协议的有效期一直延续到2022年，如果双方没有异议就自动延期。像苹果这样的公司用富可敌国来形容那都是不过分的。在奥巴马总统期间，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一度超过了美国的联邦政府。这样的一家巨无霸企业，如果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仅仅是埋头做生意，而不打理好和各国政府的关系，那是绝对不明智的。中国一方面是苹果产品的主要制造地，另一方面又是苹果产品的最大的销售市场。作为苹果公司的掌门人，无论遭遇到美国政府什么样的政治压力，无论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如何，都必须谨慎处理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否则公司规模最大的业务市场就可能会失去，而且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苹果公司和中国政府签署的这些协议当然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意愿。美国的政策一方面是要打压中国本土的高技术企业，另一方面也试图把一些低技术水平的制造产业招回美国，来解决它的就业问题。这种政策至少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但是苹果如果在中国大量投资，采购中国本土生产的元器件，甚至帮助中国开发先进的技术，那不就彻底的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初衷了吗？美国政府对于苹果公司与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完全蒙在鼓里吗？那是绝不可能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警察国家，它的国家安全部门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进行了无孔不入的窃听和监视。苹果作为美国最具竞争力的科技公司，它的一举一动恐怕都在美国政府的监视之下。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苹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这个协议也是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以及美国的资本集团所默许的。如果苹果被踢出了中国市场，退出中国供应链，这种结果对美国的伤害可能更大。就算美国反华政客们把中国恨得咬牙切齿，也改变不了中国市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的战略地位。苹果的协议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那就是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能力。中国之所以能够要求苹果必须签署这样一份协定，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自身产业能力的强大。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上还有很多的不足，在类似于苹果手机这种高端产品上还有很多的供应能力是短板，包括高端芯片以及高端屏幕方面，还要依靠从美国以及日本进口。中国应当继续把先进制造技术的研发、升级、换代工作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因为强化中国自身的产业能力，和美国科技企业展开合作，是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打破美国政府反华政策的有效手段。现在这份协议就快到期了，美国的媒体把协议内容公开，或许是因为美国高层对于要不要续约产生了争议，必定有一部分势力是反对续约的，而另一部分势力坚持续约。那么苹果和中国的合作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们拭目以待。